蒋经国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实际上他是学了卢台愚，所以他说我解除党禁贸禁了，就是他这个非常快速度的私有化，然后呢加上他的这个宪法保护和他的这个法律制度保护，所以使得就是台湾的这个私有制，就是不要说后来，就在50年代就非常非常快就发展起来。所以呢，在大正民主时期。这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就是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一共10几年的时间，在台湾就已经组党了。这个就是政党，政党是为了政权，就是为了竞争政权的。台湾的各级的地方选举都已经进行了。中华帝国呢，在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而台湾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下只有200多年。有一种说法叫做这个国民性，经常会有一些人说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国总是选不了走民主，就一个说国民性不行，就放在，然后就放在这个什么从帝王思想到儒家思想到中国是什么小农经济，就很多很多这些。但这样顺下来的话，马上就大家就会问，那为什么中国和台湾共产党的这个和台湾完全走了不一样的路径？您拿台湾，还有您拿那个韩国和朝鲜，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文化，不是也理解您这个制度基因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对，这个可能这个讲一下台湾最有这个代表性。好，就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因为我这个刚才讲制度的目的呢，是为了讨论制度基因。那么关于制度基因呢，我上次已经有过一些讨论，所以我现在先暂时简略一点，后面可能需要的时候我再展开。我现在暂时先简略一点，现在直接就先用这个制度基因这个概念来讨论这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首先一点呢，就是台湾的这个制度基因和大陆的这个制度基因，我们先把时间定到这个19世纪末，就是马关条约这个时间。那么这个到马关条约的这个时间呢，这个马关条约后来不就是把这个台湾革出去，变成了日本殖民地。在革出去之前，就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前，它是这个大清帝国的一个部分。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它作为大清帝国的一个部分，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在台湾是什么状态？它对比和在中国大陆是两个之间什么关系？那么中华帝国呢，在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而台湾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下只有200多年。这个不仅仅是它的时间短，比时间短还更重要一部分是天高皇帝远。就是过去人们说天高皇帝远指的是这个中国的南方，大陆的南方，但是即便是大陆的南方，它也是陆路相通。还有就是海南岛，但是海南岛离大陆只有几十公里，就是那个距离是比较近，就是按照当时的航海条件是比较容易就过去了。即便是海南岛，实际中华帝制的统治都很浅薄。对，台湾由于距离大陆的距离相当远，就按当时的航海条件，就是这个100多公将近200公里的这个距离，在当时，而且太平洋是非常凶悍的，这个过太平洋的这个海峡是有时候很危险的。对，所以呢，实际就是这个中华帝制在台湾的那个制度基因很弱的。那么这个弱怎么度量？一个简单的度量方法之一是看这个可以定量度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这个科举制的这个进士。那么统共200多年，它是中华帝制的一部分。一共有多少进士呢？一共只有29个。200多年里一共只有29个。那么它作为福建省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时间里，同样这个时间里，
福建省有多少呢？福建省有1000好几百，所以呢，它是比例是非常低。如果这个我们再按人口比例的话，仍然告诉我们这个同样一个道理，就是只有很小很小的人口比例的台湾人是考了进士的。而在这个大陆的福建省，人说天高皇帝远，福建省就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就是这么多的这个进士。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重要？对，为什么？因为呢，科举制度纯粹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科举制度是官僚制度。对，科举制度是决定了你这儿出来的人有多少人能做官的。是的。那么就说他能够成为中华帝制共统治它200多年，它一共只产生了29个人能够成为官僚的这个候补人，就是候选人，就是这个这么少。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这个中华帝制在那里扎根是很浅的。那么这个就为后来的变化实际上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就是用他们的语言叫日治时期，就日本统治。日本统治时期呢，这个在这个明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大正天皇。大正天皇中间有一段呢，大力的推行这个宪政，所以呢，在这个文献上呢，管这叫大正民主时期，就是推民主宪政。它不仅仅是在日本本土大规模的推民主宪政，这也是解释就是日本为什么战后很快变成宪政，因为它有基础。这所谓的基础是我们的语言叫制度基因，就是它有这个制度基因已经培养了，虽然它不够足够的强，但是它已经在那儿扎了根了。这个日本在当时推动就是大正民主时期里边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殖民地本土化，但很多人出于这个爱国主义、出于民族主义很憎恨这个。但是如果我们离开民族主义，我们只看民主宪政，这是好消息，这对台湾来说是重大的好消息。因为所谓的殖民地本土化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让台湾人可以自由组党，让台湾人有选举权。所以呢，在大正民主时期。这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就是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一共10几年的时间，在台湾就已经组党了。这个就是政党，政党是为了政权，就是为了竞争政权的。台湾的各级的地方选举都已经进行了，那么这就是制度基因。台湾人已经知道了，我们讲制度，我讲了3要素，3要素就是这个人权。产权和政治决定权。那么，当这个大正民主时期向他推动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台湾人已经知道了，他们有这个权利，普通人有这个权利，他已经知道，他参与过了，他干过了。那么，这个东西对于台湾来说，就是后边所有的变化根子已经扎进去了。就是原本中华帝制那里扎根就不深。他们原本就不是那么崇拜中国的皇帝，然后这时候又来了这一套，那么他就认为我有自决权，就所谓台独，其实这是某种自决权的反应，就是你同意不同意台独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有自决权，那么这实际上是他的人权的反应，这是第2个制度基因，就是第2次的就是制度基因的变化，第3次的制度基因的变化。就是，当然我为了小心，我这里也要交代一下，就是后来就大正天皇时间很短嘛，然后就变成了昭和天皇，然后这个军国主义上来了，然后军国主义上来了以后，那么首先他是在日本经过多少轮的这个刺杀，事实上是发生了政变，才使得军国主义压过了日本的宪政，才把日本变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那么这个是这么一段，那么这个当然在台湾都有所反应，所以呢，在军国主义上来的时候，台湾也就停止了这个民主宪政方向的发展。但是人一旦有了这个权利，有过这个权利，一旦意识到了自己有这个权利，其实是很难把它都压下去，除非你这代人死掉，就是这一代人很快就
这个又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了，就是这个日本投降之后，这个民国政府去这个台湾接管。那么民国政府去台湾接管的这个时间，很快就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通过的时间。然后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虽然由于在大陆在进行，就是由于内战，所以呢在大陆很难这个执行，但是呢在台湾就开始执行了。那么开始执行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地方选举，所以呢他们原本就选举过，对，这个又开始执行了，就又开始这个选举又来了。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后来台湾发生了228事件，228事件以后就是又来了这个戒严法。那么戒严法呢，就是这个把一部分的宪政的执行给这个停止了。但是呢，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第一，中华民国宪法是承认全面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承认私有产权，中华民国宪法承认人的投票的权利。就是说，当我们讲这个政治决定权，这个政治决定权按照宪法，这个权利是在这个选民手里的。那么它暂停的东西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它的基本宪法是没有这个改变的。那么，所以在事实上呢，虽然在台湾有威权主义的压制，但是呢，台湾的地方选举从来没有停。哪怕是在就是这个所谓白色对所谓白色恐怖时期，地方选举也没有停。对，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私有企业、私有产权的保护从来没有停，从没断过，从来在发展。就是自从就是这个当国民政府到台湾统治的时候，对他刚一去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日本的企业和日本的国有企业收归这个国民政府所有，但是很快就把他们都私有化了。所以呢，它这个非常快速度的私有化，然后呢，加上它的这个宪法保护和它的这个法律制度保护，所以使得就是台湾的这个私有制，就是不要说后来，就在50年代就非常非常快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到了这个60年代，它已经是一个就是私有制为主的，就是压倒性的为主的经济体。所以当我们讲这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的时候，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里边是这个2条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呢，就是普遍存在的私有产权。第2条最重要的呢，就是普遍存在的公民社会。因为普遍存在的私有产权决定了人们有权利的意识和人们有权利的能力。因为只有他手里有财产，他才有能力。没有财产的人是没有能力的，这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所以呢，这个第一，它是普遍的私有产权，已经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下边的民主宪政的这个基础了。再一个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呢，当然这个在台湾是威权主义制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压制公民社会。但是呢，毕竟中华民国宪法原则上是最终要变民主宪政的，就是没有人可以在原则上反对民主宪政，所以他的所有的压制公民社会的做法都是要寻找借口。这个和共产党就不一样，共产党是在原则上可以消灭公民社会，它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共产党的党章还是共产党的宪法，它的原则上就可以取缔你。但是在台湾它没有这个原则，它不可以取缔。就是说这个在国民党党内就可以存在支持公民社会的力量，就可以一直保持存在。就是这些人可以受压制，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某些人可以被暗杀，会被人绑架。但是呢，他的这个原则、基本原则
它是民主宪政的原则，就是最终它要实现这个，所以这个它就是和极权主义不一样。那么这个当然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差别。那么它这个台湾是威权主义，所以呢，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最终导致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基因给搞掉，因为它不是极权主义制度。他就没有办法把它搞掉，所以呢，刚才我们讲了这3个阶段，就使得它这个制度基因有了这个发展。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外来的这个影响，这是也不可忽略的。外来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它是美国的盟国，它作为美国的盟国呢，美国是从来都是在这个阻止这个威权主义的过度发展，从来都是希望它能尽快变成民主宪政，就是有这个压力，就是外面这个压力。那么具体一点讲，刚才讲的比较抽象，具体一点讲就是包括曾经发生过这个为了这个蒋经国传的事情，这个曾经在发生过这个暗杀的事件，然后这个暗杀之后，这个美国给了他们很大压力，那么在压力下，江南案是吧？对，在压力下就把这个蒋家的这个后代，这个让他被迫这个离开台湾政界，就是这个是美国压力带来的。那么蒋家的后代被迫离开这个台湾从政，离开台湾政界，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也帮助了他很大的一个，使得他这个威权主义难以继续。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跟韩国非常这个相似。这个都是这个威权主义的制度，都是已经培养了这个在这个威权主义制度下培养了大量的这个民主宪政制度的制度基因，都在社会里已经有了，社会上的压力都很大。然后呢，同时又都有美国的压力，美国干脆在这个韩国有大量的驻军。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韩国发生过这个著名的光州事件，然后这个光州事件呢，就是这个农民、工人、市民为了要推动民主宪政，那么街头抗议来这个对抗这个威权主义统治，然后呢就产生了流血事件，死了这个100-200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是这个卢泰愚这个在1987年竞选的时候就打出了这个口号，他要为这个那事儿翻案。其实他本人就是那事件里头的，这个，然后他说他要在他上任以后就要让韩国这个变成民主宪政，这个压力就特别大。就是大家讨论这个台湾的变化的时候，往往没有看这个东西。这个是在蒋经国的决定之前。就是卢泰愚的这一干，你就应该把卢泰愚看成是蒋经国，他就是蒋经国，就是过去的大量的威权主义的坏事是他干的，但是他现在说我要是上台，我就要改变，那这个压力就大了。所以台湾马上面对的问题就是，台湾已经存在很强的社会压力，台湾已经存在很强的制度基因，要朝着民主宪政方向推动。在这个背景下，台湾跟韩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变，这些人要上街，上街怎么办？你要杀人吗？就是你已经看到了，韩国杀人是没有用的，杀人带来的结果是倒过来。那么，之所以他杀人没有用，会倒过来，原因是因为他是威权主义制度，他没有能力，他不可能把这个民主这个宪政的这个制度基因就搞掉。那么共产党是可以把它搞掉的，他们是搞不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蒋经国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实际上他是学了卢泰愚，所以他说我解除党禁报禁了，就是他先动手了。实际上是卢泰愚在韩国动手在先，他在台湾动手在后，是按照他的模式走下来。当然他也快病死了嘛，他是这个致命的疾病，他自己知道了。那个，所以才有后边整个后边，就是后边真正起了特别重大作用是李登辉，而这个
李登辉呢就是这个台湾本土的国民党干部，这个其实是决定性重要的。而李登辉呢，他一直在国民党里有意识地扶植台湾本土的国民党干部，让他们上来。那么这个呢，就所有这些都帮助了后来这个台湾的这个和平转型，就是使得国民党里边这个大量的这个保守力量都是从大陆过来的，他扶持的那些人呢就没有那么保守，所以呢，再加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压力，就是这个大家看这个台湾的变化的时候，应该看就是台湾的社会压力的那一面，而不是简单的看台湾的一两个政治强人，就是无论是蒋经国也好，还是李登辉也好，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有这个社会压力是他的一个必要条件。比如说李登辉，哪怕你假设李登辉有这个有意要朝民主宪政方向推动，假定就是做一个大胆假设，那你立刻碰到的问题就是李登辉在党内也会遇到阻力，是的，党内的阻力很大，他哪里来的能力能对抗党内的压力？实际上呢，没有这个社会压力，李登辉是没有能力对抗党内的压力的。就是即便是他想搞民主宪政，他是利用了社会上的巨大的压力来对付他党内的压力。假定他是愿望，你也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并没有很强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追随民意。他作为政客就是追随民意，就如同这个英国的这个君主，他也要追随民意。所以英国的君主就跟民主制度的政客差不多，他要按照这个民意来行事，因为民间已经，这就为什么我们强调制度基因，这个民意这东西就是制度基因。你叫它文化也行，就这样的民意你叫它文化也行，但是这个文化它不是吃饭，不是穿衣服，不是这个跳舞，这个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基本的权利在这个奋斗。所以呢，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理解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台湾的制度转型的确呢是和它的制度基因上面的这个和大陆的这个基本差别是密切相关的。